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西西设计。西西设计专注于分享工厂自动化机器的设计知识和经验。今天跟大家谈一下怎么选择图轮分割器。我会通过以下几点来讲解：一、怎样确定分割数；二、怎样确定分割角；三、怎样确定图轮的旋向；四、怎样确定图轮曲线和休止数。我们先说怎么确定分割数。分割数的确定需要考虑以下3个方面：第一，实际应用需要的工位数；第二，是否需要备用工位；第三，分割时间是否很重要。先说第一，实际应用需要的工位数一般要根据实际制成的需要来定，包括上料之前制距检测是否为空的工位、上料工位、制成工位、检测或者测量工位、废品剔除工位、下料工位。第二点，是否需要备用工位。考虑是否需要备用工位，要看是否相邻的2个工位是否有足够的空间。如果空间不够，就要考虑2个制成之间空1个工位。当然，也可以加大分度盘的直径。另外一点要看的就是对某一制成在1个工位能达标完成的把握有多大。如果存在不可控的因素，要考虑把该制成工位的下一个工位作为备用。第三点，分割时间的考虑。同样大小的分割器，分割数越小，输出轴的摆角就越大。摆角越大，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。看这个图表中，当转动惯量为 0.75 时，分割数为4的分割器所需的分割时间为 0.59 秒。当把分割数换为6，制距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转动惯量稍有增加，但是每次分割所需的时间为 0.39 秒。如果使用分割数为6的分割器的话，分割时间可以节省 0.2。这个图表是从分割器制造商 WISE 的产品手册中截取下来的。WISE 在产品手册中提供的关于转动惯量、分割数和分割时间的关系，可以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分割应用进行分割时间的评估。分割数确定之后，我们来看分割角。确定它之前，要确定输入轴是否在电机的驱动下一直在连续旋转，还是在每次分割之后就停止。如果与分割机配合的其他机构能在休止时间完成工作，以及分割器与其他图轮机构共同作业时，输入轴会在工作中连续旋转。此时，如果输入轴转速为 n 转每分钟，休止数为1的情况下，分割时间加上休止时间就等于输入轴转一圈的时间。所以在分割角确定的同时，也要考虑休止时间，因为与分割器配合的其他机构需要在休止的时间内进行工作。如果输入轴在每次输出轴分割之后停止，就可以尽量选择偏大一点的分度角，这样可以让输出轴的分割过程平稳。但是同时也要考虑是否有电机过转。如果系统使用交流电机直接连接，或者是通过同步带间接的连接分割器的输入轴，机器通过给电机断电来停止输入轴旋转的话，电机由于惯性在停止之后还会多转一些。看这个图示，分割角为330度，电机在输入轴进入30度区域之后停止。但是如果电机的过转导致分割器的输入轴过转超过30度的话，就意味着输入轴进入推程阶段，输出轴的第2次分割已经开始，就会造成问题。在分割器应用中，影响电机过转的因素有输入轴的速度，或者说是电机速度，还有减速箱的减速比和分割器内部的摩擦力矩。此时的分割角可以选择大到270、300，要看具体情况。如果采用离合器和制动器的配合停止分割器的输入轴的话，就不必考虑交流电机的过转问题，因为分割器的输入轴是靠离合器的断开和开启制动器来停止，交流电机的过转问题不会再对输入轴产生影响。此时选择330度的分割角也是没有问题。确定了分割角，我们来看图轮的旋向的确定。如果分割器的输入轴除了电机没有连接其他运动机构的话，左旋和右旋都是没有关系的，选择制造商的标准旋向就行。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不管左旋还是右旋，输出轴的旋转方向一定按照之前选定的旋转方向来使用。如果反向使用也能实现分割，但是分割的精度有时会变差，不同的制造商可能不同，要跟制造商确定，因为一般情况下制造商只按要求的旋向进行出厂调试。最后一点，关于图轮曲线和休止数的选择，可以参看我之前的视频10分钟精通分割器，我在里面有详细的介绍。另外，关于分割器的选型计算，我之后会在单独的一个视频里讲解。好了，我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从中学到了些有用的东西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给我的视频点赞。如果有疑问或者是意见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与我交流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